果可以到太阳系漫游，飞越冥王星，看不见边际的神秘世界，你觉得会碰触到什么呢？科学家竭尽所能探访未知区域，期盼从中得到一丝丝与太阳系诞生相关的消息。太阳系，人类已经走透透了。用望远镜看，用太空船去，都有一点概念了。但是在边缘的地方，小天体，我们还知道的不多。当初我们在猜测是冥王星外面就是空的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冥王星之外的边际真的空无一物吗？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有1.49亿多万公里，天文单位定义为1个 AU。2003年，科学家在距离太阳88 AU 超过100亿公里的地方，发现一颗星体 Cinda， 但之后再也一无所获。原来太阳系外面的这些小天体没有那么多，我们知道数量，对吧？我就好像我今天到湖里面去捞鱼，我要知道有多少鱼，我不可能把水抽干，我就每一个钟头捞一笔，每个钟头看到鱼多，我就捞到的多嘛。这样的疑惑，2014年被台湾天文团队打破。在天文领域钻研多年的陈英同，利用夏威夷望远镜观测，有了意外发现。我们找到这个天体是更远的地方，等于说它是更保存当初太阳系形成的时候的物质。这颗星体距离太阳70 AU， 直径大约300公里，相当于一个台湾的大小。但为什么距离太阳越远，物质越能保存？陈英同利用已知的物质成分模拟做出小行星。地球上的泥土、细酸盐象征小行星上的矿物质，加入水，再利用茶包染色，代表小星体上的有机物。均匀搅拌，有水，有细酸盐类的东西，现在再结合CO2，就是干冰放进去，利用干冰降温结块，就像太阳系边缘的星体低温酷寒。假设高温的卤素灯是太阳，小星体离太阳远时看不出任何变化。但小星体一靠近太阳，表面迅速冒烟溶解，物质遭到改变。已经离太阳比较近了，所以在太阳的照射底下，它表面会挥发、会升华，那物质的成分也会受改变。受到太阳辐射，也就是温度影响，得以保存的成分越少，就像我们熟悉的地球。太阳系形成的轨迹早已消失无踪。地球是活着，地球的里面的热让我们的有板块运动，有地震，有造山，陆埋下去以后，陆地埋下去以后，好多证据都没有了，因为活着的，它有演化。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，46亿年来经历无数次大小变动，火山喷发形成群岛。造山运动造就险峻山脉，46亿年前的模样早已不可考。不过，陈英同发现的太阳系边缘小星体，不止距离够远，可能保存太阳系诞生时的物质，它存在的位置更悄悄藏着科学家好奇的秘密。我们当初这些天体到底怎么跑到那个位置，这对太阳系当初形成的环境密度有很大的关系。这颗小星体的位置遥远到不受海王星的引力影响，它是怎么被抛到那个位置？上面又存在哪些物质？像这样的小星体还有多少？能够拿更大的望远镜，用更多的时间去找那个地方的话，那事实上我们应该可以找到更多的。太阳系的边缘有多少星体？这些星体各自诉说着什么故事？太阳系究竟是如何诞生的？它是否也有生老病死？是否会有终结的一天？有没有答案呢？我要告诉你说，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46亿年以前去看
地球是怎么形成的，我们只能考古嘛。超越哈勃望远镜的韦伯望远镜即将升空。墨西哥的 TAOS 2代正如火如荼赶工建造。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不管是夏威夷的地面天文台，还是会飞的 Sophia， 老问题、新工具，都把科学家对宇宙的探索一步步推进，期盼能找寻更多吻合的证据，让宇宙中遗失的拼图能一片片重现踪迹。